这碗酒，咱们就要去打仗了。敌人是契丹军队，希望一会儿能见到江叔。狂澜弟子也来支援中渡桥了。天野鹤，敬献英灵，长此久。天上梭罗是什么人儿在？地下黄河是什么人儿开？姑娘唱的是什么？真好听。是我们本地的小曲儿，大伙要是喜欢，我就教大家唱一段。那感情好啊，秀姑娘。怎么样？我这一剑接得快不快？大家当心！哇塞，好帅哦，江叔！让我们一起并肩作战。不好，中气弹埋伏了。果断干脆，参加中渡桥战役的义士，果真没打算活着回去。登起杀将出去。走。骨头真脆。我们来时桥已损毁，只能勉力护住桥基。负责修桥的是莫山道弟子，人数在数十人之多，由丰隆书院的贺长老带领。说了让你师姐，我们也是天玄弟子，救师兄怎么没有我们的份儿？是啊，师姐，怎么知情你来不去我们帮忙？天权弟子来的最多，有300多人。何愁不能东山再起？早知莫负责血海深仇，就算王土霸业也。闭嘴！莫山道弟子跳入水中，以自身为桥，帮助义士渡河。这段看起来超感动。过桥！走啊！小九，跟我坐好。木头，我叫碧水秀，记住了吗？啊，哥们，我正在中渡桥打仗呢，这时候你叫我去参加百业。不是，燕子，你的刀子这么快吗？眨眼睛，那个年轻人就失去了生命。镜头没有给到那个姑娘，不过我猜也是凶多吉少。木头，
我叫碧水秀，记住了吗？文经馆弟子最擅长耍嘴皮子，林显生试图说服杜重威发兵增援王清。杜帅，放肆！江湖野匪竟敢行刺大帅！你愿以项上神通为质，陈氏之前中路桥必通，如若不然，该受军法。若此战得胜，天下必纵杜帅散破契丹，救江山于江青。青史所载，杜公今日擎天之功，更胜当年雪夜定叛之勇。请杜帅发兵。但是林显生不知道的是，此时杜重威早就把军械物资卖空了。听闻冯道收了南边林家的独子做关门，就是你吧？如今子时已过，你们那位小朋友也该到军库了。人生孔总，如白驹过隙啊！我的老天，杜重威都已经把军械物资卖空了，文经馆的林显生还在这里傻乎乎的求杜重威发兵。少年勇，中年谋，晚年守，最煎熬者莫若晚景。便似行至深冬，天地萧索，万物一空。晚生幼年伴祖父随军出行，于大雪见红梅。祖父有言：霜寒彻骨之日，亦是天地春来之时。世间有侠，何物去之？白雪覆野，终有至时。如若不能，请杜帅取尽林某心头热血，助军卧雪荣春。视角切回军械库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林显生负责去说服杜重威发兵，我们则去军械库搬运兵器。文经馆的想法是，既然杜重威不发兵，我们就拿起武器自己去杀敌。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杜重威早就跟契丹勾结，把军械物资卖给了契丹，想让契丹扶持他自己当皇帝。所以当我们进到军械库的时候，里面的军械库早就被杜重威卖光了。空的，怎么会？此时的王清的兵力只有2000人，而杜重威手握20万兵力却拒不发兵，可以说杀死王清的就是杜重威。因为契丹军队只有5万人，如果杜重威发兵，肯定能拿下契丹军队。但是杜重威却做起了卖国贼。王清等不来杜重威的支援，却等来了唐哀帝李作的朝生暮落花。看过丧尸电影的都知道，病毒感染可以大幅提升战斗力，但代价是丧失理智。而李作送孟奎给王清，就是想趁他失去理智的时候，夺取王清的正官爵，复活爱人柳青衣，完成他的万世心堂计划。军右攻，两翼失守了。将军，将军，如何是好？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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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将军，万万不可再往前了，再往前就真回不去了。我实话说了吧，杜某早打定了主意，连一应军资都买光了。这个费亦可也是文经馆的人，他们既劝不动让杜重威发兵，也劝不动增援王清的义士不要去中渡桥。总之就是两头都劝不动，反而文经馆的弟子还阵亡了10几个。不过不是被契丹杀的，而是去劝杜重威发兵的时候，被杜重威恼羞成怒给处死的。往后可东山再起，往前是死路一条。是我费亦可是追名逐利的小人，但只要将军看得起我一定尽心辅佐小将军，肝脑涂地也要成就一番伟业。费亦可，新闻迎兵牌给你了。这给我了。这里交给我，你快去找将军，快走！撤！俗口，来啊！这里是一段精彩的马术表演，我们会用倒挂金钩的方式躲避敌人的弓箭，同时用弓箭射杀敌人。不过敌人居然能金鸡独立，单脚踩在马背上骑射，这真是有点过分了。而且这个射箭我射了1000多支箭也没射死他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要按意箭卸势即可轻松干掉他。唉，我真是服了。
废物！中原人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造型让我想到了《生化危机》里的暴君，那威猛高大的形象。看见没？契丹首领这个 BOSS， 他有个特殊能力，那就是他可以打断你的骑术和武学。肯定是借鉴了楚霸王项羽，他的霸王枪重129斤，需要几个人才能抬动，而项羽一个人单手就能轻松舞动。这里的打斗没什么好讲的，一点点磨也能把血磨掉，过程大概10几分钟，所以我们直接跳过。有眼罩对吧？王清一死！王清一死！大吉大过！你的剑很快，但你们的朝廷秀了。你杀得了我，却救不了他们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人心若堪为信，焉有今日之举？我赌你守不住，只有孟奎圆你，你用还是不用？与我同心，与我同道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王清其实一开始并不想用孟奎，但是后面迟迟等不到杜重威的援军，为了让江燕带领剩下的义士逃出重围，他不得不服下孟奎。就是要死在中渡桥！可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根本不是兵！滚回去！滚回去见你们的师傅，见你们的爹妈！滚回家去啊！别让我们还要战，我们还能战。跟您一起再去战！王清终究还是服下了孟奎。接下来的部分打斗是带血红颜色的，为了符合平台的规则，我对画面进行了处理，只能靠大家自行脑补画面了。
师姐，我想喊一声。这是天权弟子的接夫刀法，天权弟子奉行的是仗义疏财。仗义疏财。是中。老天生了高大话。解说到这里，才真正进入最残忍的阶段。听老子的！师姐，我这给你了。臭小子！这招式是击举九剑，师姐应该是孤云门派的。看衣服，这位师姐像是狂澜门派的。清溪门也来参战了，用的很可能是青山执笔，而不可能是明川药典。哇，三更天的离离三够双刀确实很猛。给我们陌刀玩家长脸了。可以确定的是，主角并不是王清将军的孩子，而是在战场上捡到的婴儿。其实道理也很简单，谁上战场还拖家带口啊？可问题是，谁会在战场上产下婴儿呢？兵力对比，王清的2000人加上各大门派支援的500人，总计也才2500人兵力，而契丹军队有10万人，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役。但王清不是输给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，而是输给了杜重威，因为杜重威当时手握20万兵力，却选择了卖国。当然，杜重威也没有好下场，他原本想着用投降契丹换对方支持自己当皇帝。你说杜重威这脑子，那耶律德光已经是契丹的皇帝，他凭什么自己不想当皇帝，非要令你杜重威当皇帝呢？所以耶律德光率领契丹军队打到开封城的时候，自己当了中原人的皇帝，只给了杜重威太傅这个虚职。太傅就是给太子教书的，既没有实权，也没有兵权。然而仅仅不到半年，耶律德光就被山西的节度使刘知远给赶跑了，而且在逃跑的途中还病死了。刘知远当时只有5万兵力，就把耶律德光的10万兵力打得落荒而逃，可见杜重威当时率领20万兵力投降是何等的愚蠢。而刘知远只当了1年皇帝就
病死了。他的儿子继位之后，找了个谋反的罪名，把杜重威给处死了。自此，杜重威从投降契丹到被处死，只花了2年时间。那么杜重威为什么要谋反呢？因为他想效仿自己的妹夫石敬瑭，因为石敬瑭就是在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的扶持下当了6年皇帝，条件就是割让燕云16州给契丹。从这里来看，耶律德光还算是守信用的人。但为什么耶律德光扶持石敬瑭却不扶持杜重威呢？其实不是不想扶，而是扶不动。耶律德光在开封自己都混不下去，待了半年就被刘知远赶跑了。再说石敬瑭当了6年皇帝之后病死，皇位传给了他的侄子石重贵。石重贵想对契丹强硬，不想卑躬屈膝。耶律德光正愁没机会，直接发兵南下，想要吞并中原，这就有了中渡桥之战。而纵观历史，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外人，而是自己人。石敬瑭想当皇帝，石重贵也想当皇帝，杜重威也想当皇帝，其实大家都想当皇帝，这就有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卖国求荣，勾结契丹。上层人在争斗，遭殃的是底层的百姓。几个人为了自己想当皇帝的私心，又是割让土地，又是勾结卖国，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，而战死的永远都是百姓的孩子。向上邦投诚，辅警圣朝上邦，南渡滹沱，尽纳中原为土。上河寸土，誓死无义。咱们快逃吧！本来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不过这里还有一个丰隆书院的剧情，我顺带着一并讲了。其实也不复杂，丰隆书院的长老是贺长老，在影片开头他也去参加中渡桥之战了，而且还活了下来。回到丰隆书院，他就组织学生们反抗，因为丰隆书院是莫山道下面的一个分支，里面有很多关于学术的研究。契丹不仅要抢土地，还要抢人才。杜重威把丰隆书院出卖给了契丹皇帝耶律德光。虽然丰隆书院机关重重，但哪里抵挡得住契丹大军？除了一部分学生乘坐天灯逃离之外，剩下的包括贺长老在内全部阵亡。凡阴之气，由人心生也；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知穷于为心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便是我们不在了，同样的声音还会再次响起。今夜我等身躯将为星火，明朝我辈著述，即是山河，此为千机，此也万象。对不起，我太贪玩，总想着以后再念书。可是现在书院要没了，我不急，等你出去了，往南边走，去莫山道，去文静馆，去清溪，想学什么都可以。那我也可以教课吗？当然。云丘、栾城、中渡桥、丰隆山，天福11年。这里我要说一下，契丹军队攻入开封城就是在天福11年，但是龟奶奶的女儿莹莹并不是在这一年死的，而是在5年后的郭威兵变死的。总之，5代十国换了很多皇帝，很多皇帝当了1-2年就死了，所以没必要记得那些皇帝的名字。比如刘知远当了1年皇帝就病死了，郭威也只当了3年皇帝就病死了，石重贵当了2年皇帝被俘虏，后梁皇帝朱友珪当了1年皇帝被逼自尽，后唐李从厚只当了4个月皇帝就被流放而死。
我这么跟你说吧，5代十国短短的53年就出了54个皇帝，平均不到1年就换一个皇帝。这个时期的皇帝比超市的水果批发还便宜，甚至有些村民就能自立为王当皇帝。比如5代十国的张玉贤，他连村长都不是，自己就是个小老百姓，竟然也可以自立为王当皇帝，而且还给自己取了个年号叫永乐，自称永乐大帝，比明朝朱棣的年号还早了461年。而且他巅峰时期兵力达到了10多万，不过他也只当了1年零3个月皇帝，就被后唐皇帝李璟剿灭了。这里的人都在正明日盼春天。后来，春天确实来了。听说起义军攻破宋博密3州，把卢狗吓破了胆。契丹攻破开封城半年后，就被山西的节度使刘知远赶跑了。那边怎那许多人呢？路人逃来，路人逃回去了。将军，春天来了。公无渡河，苦渡之。翻译一下就是没有河却硬要渡河。任务结束后还有一个彩蛋，先去祭拜王钦将军，然后在竹林小屋的左前方会有一个密室，国际服可以去看看这个位置。不过我猜国际服应该是没有的，因为国际服还没有这个中渡桥之战的这个剧情。这地库不知是何人所掘，看来石柱，还有砖画，有风蚀痕迹，不似当下所刻。这是江湖上侠，江湖上侠。你想入江湖？哟，这是哪儿来的风，把我们家贵客吹回来了？蝼蚁而已，就长得这么厉害，有什么地欲行大人，则舍小义。娘，水来喽！收狗喽！回家有嘞！安西君何在？在！军第42镇在！军第7镇在！安西军第38镇在！安西军第40镇惊涛拍岸！这不见身，也该有个不在此身的人来走走了。赌你守不住中渡桥，一杯水就一车柴火。我的落笔本就不在庙堂深处。老大，老大，你快醒醒啊！是何人？何人作此话？天地有赖，险而为生。